把玩着女友的耳垂，却惊讶地发现女友脖子上多了一条价值100万的项坠。富二代猛然意识到女友可能是找祭司老师买了一把键盘啊，少爷这么多预算还不会选吗？跟上管家祭司节奏，教你如何在合适的预算里买到自己的梦中琴键。如果说你喜欢大排列数字区，预算少想办公，那我比较推荐前者 V102、礼帽 K98、高斯3108T Pro、雷奥伯格嗨98。前者 V102 这把键盘是薄膜键盘，不过外观和手感还不错，80块钱，手感类似于3年前老黑轴的手感，素质还不错，加上薄膜键盘自带低延迟静音办公属性，预算100以内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零爆 K98 低配149，顶配279，150块钱的大配机械键盘确实非常少见，并且保持低压的同时，键盘外壳注塑工艺也还不错。如果想要更好的手感，推荐上279的版本，花键轴加上球帽搭配起来手感非常不错，性价比这一块也是非常 OK 的。高斯3108T Pro 这把键盘主要是静音红轴的手感，算是我用过最好的那一批，手感不是很肉，并且静音效果确实很不错，还带一个屏幕旋钮，价格也合适。主要108这种全配列键盘现在真没几个厂商在做，缺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旋钮手感一般。雷奥伯格嗨98，300块钱铝壳大配，并且质感很好的成品键盘确实是比较少见。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只能够买一个铝壳套件。雷奥伯格嗨98在键盘的外壳质感以及用料上，基本上是远超300价位的这个水准。如果你的预算在500以内，并且办公固定，没什么游戏需求，那这把键盘基本可以直接毕业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大不列有打游戏的需求，预算也还算充足，那带有低延迟属性的双8K 回报率键盘也是不得不品鉴的一环。前者 X98、RK K99，前者 ES98、SKN 青龙金碳、可创 Z6 Ultra、ROG 游侠2 RX、塔尔四方 DP104。前者 X98也属于是量大完保，双8K 回报率12220电池，并且 X98的配色以及搭配的键帽种类是真的多。个人比较推荐他们家折影之光键帽的版本，灯效是真的好看。不过需要注意的点是，199元基础款是没有双8K 回报率的，只有339元以上的版本才有搭载。这把键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侧面的音量触摸条还挺方便。键盘本身非常水桶，也没什么大的缺点。RK K99新任这把键盘是目前300价位段堆料最狠的键盘，标配双8K 回报率，1万毫安时电池，7寸全全充，并且支持网页驱动和10瓦快充。键盘的设计特点主要是顶部的这个灯箱，应该算是搭配键盘灯效最足的一把。不管是顶部的灯箱，还是键盘正面的背光，亮度和刷新率都很足。主板电流也是直接干到360毫安，非常夸张。缺点的话就是灯光全开的状态下，续航时间非常短，只有20多个小时。但如果灯光全关，1K 回报率的话，续航能够来到700小时左右。前行者 ES9这一价格要比 X98 贵20块钱，同样的双8K 回报率12000毫安电池。相比 X98 ES98 最大的优势是非公膜外壳加顶部贯穿式 ARGB 光刃灯带，外观整体非常简约高级，观感有点像保时捷车屁股。键帽和配置这一块也是下了心思的，并且外壳要圆润一些。不过相比 X98 侧面少了音量触控条，多了铝合金装饰件。如果你更注重外观需求，那你确实可以入手这一把。整把键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性价比也是非常给力。
SKN 青龙金碳这把键盘的特点主要是碳纤维的机身加上悬浮架构的设计，再搭配这个碳纤维纹理的键帽，整把键盘的战斗感确实不赖。双八 K 的方案加上有段落轴、极地弧轴的版本可供选择，并且 SKN 的双八 K 方案超级屌，它的实测功耗能够做到比其他双八 K 方案低一半的同时，实测延迟也比现在主流的双八 K 方案要低不少。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RGB 的灯效略显一般啊。可创 C6 Ultra 650块钱全铝合金外壳，双8 K 回标率，碰触快拆，全键108配列，8000毫安时电池，支持网页驱动，还有这种拉丝工艺的背板，夯爆了家人们！并且这把键盘还是半公封的简约设计，拿到公司上班使用也完全没有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配色太少，只有黑白两种配色，还是太商务了。还有做了快拆没做碰针，稍微差点意思。ROG 游侠2，御三家里面最值得买的搭配键盘。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这把不算机械啊，它是 RX 光轴蓝轴的版本 ，IP57防水防尘加上光学机械轴体。说个比较搞的事情，我一直觉得 ROG 的光轴包括磁轴手感要比 ROG 自己做的机械轴的手感要好。多的不说，不到800块钱，败家之眼的大配键盘，光轴手感非常奇特，而且是手感很好的那种奇特。就是可惜光轴专利不在 ROG 这边，不然还可以做一个可调 RT 精度。但这款键盘相对来说，对于那些只买大牌用户，产品力确实夯到爆炸。它的四方 DP104 上期键盘合集没聊到这款产品，被喜欢 DP104 的老哥压低了一路。虽然最后是我吵架吵赢了，但之后我自己偷偷搞了一把，没有翻车。你还别说，实际使用下来，这把 DP104 卖个1000出头还挺有性价比的。主要是这把键盘做的确实很好，不管是正面、侧面还是背板，都有属于自己的像素点设计。背板还加入了不锈钢漆面配重，整把键盘的设计元素非常多样，并且 RGB 灯像素屏外观设计的恰到好处。右上角点阵屏的2个小按钮可以调节灯光设置，中间RGB 灯条的2个小按钮可以调节音量大小，兼顾美观与实用。喷涂闪粉的工艺也相当精细，就纯质感来说，确实比常规量产铝头多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并且它是少数铝壳键盘里边带双8 K 回报率方案的。键盘电池8000毫安时也完全够用，并且它的快拆带磁吸碰针，体验真的很好。就这款键盘，你能感受到设计师他是真的喜欢玩键盘，然后想尽办法把市面上搭配键盘所有痛点都解决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在乎国际大牌呢，这把键盘只要不翻车，大配键盘可以直接毕业。那如果你的桌面空间并没有那么宽敞，数字区对你来说可有可无，那你可以看一下87配列的机械键盘，前一者X87、灵豹 K87、高斯 308T Pro、SKN 青龙87、英飞克 K87 Pro、狼族 F87 Pro V2、狼图 T87。前一者X87S 这把键盘和X98的优点其实很像，都是公共外壳，但是键帽和颜色版本这一块下的心思是真的多。双8 K 回报率12000毫安时电池，并且最近网页驱动也做了更新，整把键盘没什么太大缺点，性价比也确实给力。灵豹 K87 基础款150块钱，说实话，如果你桌面空间不是特别小，我还是推荐你上灵豹 K98。这两把键盘价格差不多，不过 K87 的基础款轴体手感还可以。顶配的话，虽然一样是花间轴版本，但是没有 SSA 高度的球帽，其实手感相较 K98 稍微差点意思。高斯 308T Pro 这把键盘纯粹是高斯 3108T Pro 的87配列版本，精英轴、屏幕旋钮、大电池。优点是少数精英轴手感也能做得很不错的键盘啊，缺点就是旋钮手感属实一般。
SK 青龙87这把键盘其实算是第一款搭载双 8K 回报率的机械键盘，不管是延迟还是光耗表现都非常优异，但可惜电池只有一块4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会稍微差点意思，不过结合现在249的售价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因为个 K87 Pro 这把键盘的外观设计与质感相较于前代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公司出品的键盘啊！不管是整体吸进机甲风的设计，还是背后深渊机的颜值，都是非常在线的。手感也很 OK， 就是感觉它在办公码子这一块有点屈才了，应该上双 8K 的。还有就是这次依旧没有网页驱动，驱动软件的使用体验也会稍微差点意思。狼蛛 F87 Pro V2 双 8K 回报率，网页驱动360度环绕灯带，12000毫安电池，点阵屏以及自定义功能按键，并且还是新的撕膜，定位板也上了银色碳纤维定位板。就纯种机械键盘而言，我感觉这把键盘在300价位以内真的是没什么对手，并且还有精英轴版本可供选择，颜值也 OK。唯一的缺点就是狼蛛的网页驱动页面还是公版，不过各种功能都有，问题不大。狼图 T87 最不像狼图的一集，双 8K 回报率，12000毫安电池，7000焦填充，并且质感意外的做得很不错。不管是灯箱还是键盘外壳，质感都很在线，手感也很 OK。就是双 8K 回报率的版本只支持 8K 回报率，日常使用不能切 1K 回报率，有点傻服啊。个人比较推荐技术馆北极光的版本，这双 8K 也没必要硬上。那么接下来小配的机械键盘，雷奥伯格 Hi75、科之 i75、可创 Z7 Max， 它的四方 EVO75、纽斐 Kick75、AR75V3、雷蛇蛛皇 V4无线专业版、ROG 夜魔 X。雷奥伯格 Hi75不到200块钱的铝合金套件，不到300块钱的全铝合金键盘，说实话比一些贴牌厂的拿货价还便宜，价格这一块暴杀很多塑料键盘。Hi75C 的话，它加了3膜，但整体的铝材用料上稍微有点阉割，而且牛皮纸包装太 low 了。我还是比较推荐有线版本的 Hi75，但说实话，即便是 Hi75C 都这个价格了，我也不说这个价格炸了都花响，因为真炸了你也不开心。但确实就是没什么缺点，铝合金键盘没有塑料键盘刚性太软的问题，灰木轴的手感也很 OK， 键帽的 PPT 含量也够，外壳的处理工艺也是合格往上的水平，只要你不碰到那种品控问题，这把键盘还是完全可以考虑入手。不过这把键盘最大的问题还是缺货。科之 i75 青春版这一款伴侣的设计其实还挺戳我的，既美观还简约，价格也不贵，279 300不到。就是可惜电池小了点，只有3750毫安。如果你经常短期出差的话，这把真可以好好看看。可创 Z7 Max 怎么说呢？全铝矮轴500价位出头，性价比这一块确实是有了，但是设计和质感真的一般般。4000毫安时电池在矮轴里边也算是矮个挑高个了。总体来说无功无过，闪光点就是500价位全铝矮轴，性价比这一块确实还是很可以的。它的四方 EVO75这一款是和 DP104一块入手的，两把键盘相同的设计语言也很多，这种像素点设计真的还挺戳我的。手感声音非常的闷，质感这一块，我觉得1000元价位很少有可以跟它同台竞争的。唯一让我觉得可惜的点就是这款键盘出的有点早，不然按照塔塔四方的尿性，这把键盘肯定会上双 8K 的方案。
UV Kick75像素风设计我很喜欢，手感也挺不错，声音也比较静音，拿来办公非常不赖。但是通过更换上盖和轴体实现高矮轴的切换真的很麻烦。然后就是电池太小，2500毫安时电池不太够用。但是 Kick75的像素与风设计确实很戳我，这块键盘我自己都买了2把送朋友当礼物，确实非常不错。UV A275V3 这把键盘主要是和 MacBook 太适配了。如果你有一款苹果笔记本，这把键盘甚至可以直接放到笔记本的键盘区，严丝合缝。铝合金上盖的质感和颜色也和 MacBook 差不多。比较推荐苹果用户购买。PC 端玩家的话，还是可以看看 Kick75的。雷蛇朱黄威4无线专业版1000多块钱，无线 4K 的回报率，放到前年确实很牛逼。加上伴侣的设计以及雷蛇的氛围灯带，还带个 OLED 的屏幕，其实本来给个顶尖完全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朱黄威4的沉轴手感还是有点太抽象了，换个轴又挺浪费时间。我只能说雷蛇今年的鼠标和耳机都很猛，但是键盘手感这一块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好。ROG 夜魔，我觉得这把键盘对于那些喜欢劝人键盘满给的工作室来说，这个应该算是行中行。毕竟是那种改装键盘工作室的销冠产品，客户都是为了点面子改装上点纯金键帽、黄金轴。有时候看人家一把键盘10几万，纯拉高键盘单价。正儿八经聊 ROG 夜魔这把键盘啊，有线空间、双8K 回报率、伴侣的设计、OLED 的屏幕，自带的轴体手感一般，但还能接受。主要还是信仰加分，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如果你不是为了改装键盘而买夜魔的话，个人比较推荐夜魔 X， 因为夜魔 X 的内部填充包括轴体和键帽都做了升级，最主要的是支持网页驱动，终于可以远离卡的批爆的奥创了。就是可惜手感的提升空间还是挺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上自家磁轴或者光轴的手感。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磁轴系列了，值得买的磁轴键盘实在太多，我就不报菜名了，直接按照价格段一个一个念过去。首先，狼蛛 Win60HE 新产方案，99块钱，0.01毫米安心度，8K 回报率 ，Max 版本也不过189块钱，并且全系有货，不像别家键盘99块钱键盘首发卖个2、3把就没货。而且 Win60的手感还可以，也支持 JH60，改装起来也非常方便。只要不翻车，那确实就是性价比拉满。达尔优酷268用的是背影的方案，左右两侧灯箱和背板设计都挺好看的，手感相对一般，0.01毫米安心度完全够用。不过200价位就颜值这一块确实是独一档。达尔优 A68自研的方案最不像达尔优的一击，399的价位，原创的 F1 赛车式外观，全铝合金外壳还上了金属漆键帽，不管是设计还是质感，在400价位段都是非常顶尖的存在。达尔优自研的磁轴方案有一说一，性能以及稳定性都很强悍，0.005毫米安心度也完全够用，唯一可惜的点就是驱动页面确实有点老，希望后续能够加强一下。阿斯顿宙斯68空膜外壳果莱威方案0.005毫米安心度，按键反馈有点硬，不过也能理解，毕竟为了磁轴稳定性硬一点也正常。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果莱威方案是麦虫的自研方案，但是它的这个金属旋钮是我目前用过手感最好的一个，并且没有之一。对旋钮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
爱石头 MG68、MG75、MG68全铝磁轴键盘，基础款价格一直都在200左右。当然，我不是很推荐182的版本，黑红的配色不是很好看。这个198的白色版本就非常好看，有点 EZ63 的味道。顶配的话，主要是上了新产方案，0.001毫米安全度，还带 PCB 防水。MG75的话，主要是本身75配列的铝合键盘就比较少，至于300价位的75配列铝合磁轴键盘就更少，手感以及性能在300价位里都算是上游水平。狼蛛 Q68XS， 那么这把键盘相比之前的 Q68HE 在外观设计上花的心思要多一些，基本是把300价位段能缝合的东西都缝了。飘带、镂空设计以及冷静灯箱，首发299价格也确实够抵。手感、声音包括外观这一块，我觉得是这个价位确实拉得很满。不过镂空的设计，我个人感觉如果是铝壳的版本，质感会更好，塑料版本还是稍微差点意思。ATA RS6 ATK 自研的裂缝方案，实打实的原创外观、自研的网页驱动以及磁轴方案，500到700，如果你注重性能以及驱动体验的话，基本都是闭眼 RS6。就是可惜手感稍微差点意思，然后 C 口数据线的话，我建议是自己买一根好一点的手机充电线连着。无穷 ST63， 那么这把键盘在性能以及堆料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399的价格能够给到铝合金外壳、0.01毫米安全度、8个报率、自研的网页驱动以及磁轴方案，并且这把键盘你也能够看到，基本上是照着客制化的标准走的。侧板甚至是由7个分件组成，这把键盘的厚重感以及设计感都是这个价位独一档的存在。Cherry K5 Pro， 樱桃他们家主打 IPS 65配列键盘，外壳是这种半透明的设计 ，RGB 灯光会从雾透外壳里折射出来，还是蛮好看的。8个回报率，0.01毫米安全度，性能也是绝对够用。搭配 TMR 磁阻技术，抗干扰能力非常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大件微信轴表现确实一般啊。瞄这个 Mate 68 Ultra， 那这把键盘算是带火了灯箱磁轴键盘，优雅配色加上简约的外观设计，即便已经出了2年，你依旧能够在各个博主的视频里边看见它的身影。虽然只有 0.01毫米 RT， 但是延迟以及稳定性放到现在依旧能打。不敢说磁轴键盘最高的山，但也确实是磁轴键盘里最长的河了。微整闪电75，这把键盘虽然说是公模，但这个是唯一一把量产键盘中，我觉得黑金配色做的很有低奢格调的键盘，应该是做了纳米涂层缘故。还有一个就是指尖文创键帽的设计真的很搭这把键盘，双子星的方案加上太阳神万磁王轴，再加上快拆和可换结构，最主要是闪电 Extreme 的版本最近的国补价才799，性价比这一块确实很高。牛飞 A275HE 和 WH80， 说实话 A275HE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好看，主要是矮轴键盘给人的观感就是很有精致简约的感觉，并且 A275HE 超过95%的磁轴键盘和矮轴键盘了，尤其是指尖文创这套键帽真的很加分，质感以及辨识度都非常好。
WH80目前手感最好、续航最长的3模磁轴键盘，之前1400块钱价格上有点太贵，现在1200块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入手。IKDUX EV63这款怎么说呢？他们家主打的是量大管饱，但量不是堆料，而是磁通量。EV63整体的设计确实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感觉，但你该说不说，做的非常简约，也没有什么出错的地方。性能上还直接拉爆了自家的 EZ63，主要是铝厂对主播是真的投钱啊！抖音随便看一个大主播，直播间基本上都会挂一个键盘 EV63。Cherry 双模磁轴比较罕见的机轴与磁轴混搭键盘，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的话，它完全可以兼顾磁轴的快速触发以及机械轴的手感。键盘本体拉丝上盖的质感也非常不赖，设计这一块我觉得是挺好看的。0.01毫米安静度，还有3模加持 ，Cherry 也算是机械键盘的鼻祖了。现在名头没那么响，纯粹是因为 Cherry 的机械轴专利到期了。那么缺点的话就是手感不太行啊。你真要买这把键盘的话，我建议是直接换轴。蚂蚁电竞 AGK68 作为最早搭载双子星方案的键盘，这把键盘在堆料上确实可以说是量大管饱。虽然外观有点缝合罐，但铝合金外壳、氛围灯箱、魔导式的音量履带，以及业内第一把支持全键 ADC 直连的键盘，甚至包括其他键盘没有的螺纹接口，我全部给你安排上。如果你买了蚂蚁电竞的显示器，确实可以考虑一下搭一套玩玩。ROG 魔导式75 HE 影魔夜魔98 HE， 看来不得不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 ROG 键盘了。ROG 外观设计有一个普遍的优点，就是能够兼顾帅气与实用。这4把键盘都有单独的音量调节功能，初代魔导式之后，磁轴键盘都有免虚调节 RT 的功能，非常的方便。ROG 初代魔导式的优点一就是手感，24年刚出的时候可以说是手感最好的磁轴键盘，25年上半年也可以这么说，放到现在依旧是手感最好的磁轴键盘之一，并且它是侧磁方案，手感甚至比新出的几款 ROG 磁轴键盘要好上一些。音量履带、RT 拨杆以及双 C 口的设计，放到现在依旧非常超前。缺点的话就是0.1毫米的 RT 性能确实有点跟不上时代啊。魔导式75 HE 可以说是初代魔导式的全面升级版本，性能提升到了0.01毫米 RT， 并且终于有了 F 区，右上角滚轮还可以调节 RT 行程，非常方便，并且支持奥创网页版驱动。但有一说一啊，这个滚轮要是能在驱动里面调成音量滚轮就更好，因为音量履带还是稍微有点延迟，用起来不是很跟手。这次把双 C 口的设计砍了，也是我个人比较难过的一个点。ROG 影魔分级式设计有 F 区，还自带手托，0.01毫米安静度，还有3模加持，就是2399的价格稍微有点小贵，唯一的缺点就是左边不单卖。夜魔98 HE 从未有过如此全能的键盘，0.01毫米安静度，双8K 回报率，98大配磁轴键盘，还带屏幕拨杆，可以驱动外依靠屏幕自行调节 RT 设置以及音量灯光。不管你是打法打周还是日常办公，都能轻松胜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机出厂屏幕这一块有个贴纸，很多人之前都没意识到这种贴纸，还以为是屏幕坏了。
雷蛇猎魂光珠 V3 mini 版专业版 8K 版，其实产品本身都差不多，只是不同的配列。8K 版本上了 8K 回报率而已，绝对不是我想展示军火才拿出来3码。猎魂光珠的职业赛上场率可以说是非常夸张 ，CS:GO 和瓦罗兰特职业赛事登场率都是榜1的大哥。主要还是猎魂光珠虽然可调 RT 只有 0.1毫米，但是足够稳定。不过缺点也很明显，猎魂光珠依靠钢丝来进行轴体回弹，手感和声音是真的有点稀碎。那么好的，以上就是本期键盘推荐的全部内容了。像这种大合集做起来真的超级累。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不要忘了点个关注，点个关注，点个关注我，拜托了，这真的对我非常重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